从惊艳一瞬到风格转向，这组大片为何让人停不下来？观众的注意力早已被切割得支离破碎，真正能够让人停留、反复观看，甚至主动传播的内容，往往不仅仅依赖颜值，而是来自一种反差带来的新鲜刺激。而这一次，田曦薇与张凌赫的时尚大片恰恰踩中了这个关键点。镜头之下，田曦薇不再是观众印象中那个温柔、甜美、带着微笑滤镜的少女形象。她单手握住键盘，目光冷静而锋利，夹克之下若隐若现的腹肌线条，让人瞬间意识到，这不是简单的造型升级，而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重构。那种力量与美感并存的视觉冲击，使人不由自主地停下滑动的手指。与此同时，张凌赫的出场则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节奏推进。从车门打开的瞬间，到他戴着墨镜缓缓走下，手插口袋的松弛感与他高挑挺拔的身形形成强烈对比。他没有刻意用力，却自带一种难以忽视的存在感，这正是成熟魅力的体现。这组画面之所以上头，并不是因为它多么华丽，而是因为它精准捕捉了当代观众对真实感与张力的双重需求。田曦薇过去的成功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亲和力之上，她的笑容、眼神，甚至语气，都天然带着一种让人放松的温度。然而，这种优势也容易成为限制，当观众习惯了某种形象后，任何突破都会面临质疑。但这一次，他没有选择渐进式改变，而是直接用视觉语言完成了一次断层式升级。腹肌并不仅仅是身体线条的展示，它在当下语境中象征着自律、力量与掌控感。当这些元素出现在一个以甜美著称的演员身上时，所产生的冲击力远超单纯的性感表达。这种变化打破了观众对女性魅力必须依附于柔弱的刻板印象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的气场并没有被强势吞噬，单肩背包的随性，眼神中的冷静克制，都在传递一种信息，她不是在刻意变酷，而是在自然呈现另一种真实的自己。这正是当代娱乐行业逐渐转向的方向，不再强调单一标签，而是鼓励多维度的人物表达。如果说外形是进入娱乐行业的入场券，那么风格掌控力才是决定能走多远的关键。张凌赫的优势一直都很明确，高挑的身材比例、清晰的面部轮廓，以及镜头前极具辨识度的气质。但这些优势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，并不足以构成长期壁垒。这组大片的关键在于它展现出了一种去用力化的魅力，没有刻意摆出复杂的姿势，也没有过度强调表情管理，而是通过简单的动作，走路、摘眼镜、站定，建立起完整的视觉叙事。这种松弛感其实是极难实现的，它需要演员对自身形象有足够清晰的认知，也需要对镜头语言具备高度敏感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标志着他正在从被观看的对象转变为主动塑造风格的表达者。观众常常用很甜来形容一对 CP， 但真正能够长期抓住人心的，从来不只是情绪层面的甜，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结构吸引力。这种吸引力来自人物之间关系的张力、节奏与变化，而非单一维度的情感输出。田曦薇与张凌赫的组合正好构成了这种结构上的完整闭环。它的转变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升级，从以往的柔软、亲和，逐渐过渡到带有力量感与掌控感的表达，而它的变化则是一种收的艺术，从最初较为外放的表现，转向更加内敛、克制、具有余味的呈现。当向外生长的能量与向内沉淀的气质在同一空间中交汇，就会自然形成一种张弛有度的关系结构。这种结构的迷人之处在于，它并不试图用单一情绪去占领观众，而是不断制造情绪切换的空间。观众在观看时，既会因为两人的互动产生心动，也会因为他们之间微妙的距离感而产生好奇，
既能感受到熟悉的亲近氛围，又会因为角色与现实之间的边界而获得新鲜体验。这种多层次的情绪体验远比单纯的甜更具有持续吸引力。进一步回看他们过往的同框互动，会发现这种成立感并非偶然，而是逐渐积累的结果。无论是现场对话中的节奏把控，还是对经典情节的轻松复刻，他们都没有刻意放大亲密，而是选择保留真实互动中的留白与不确定性。这种不过度设计的状态，反而让观众更容易相信其中的情感逻辑。也正因如此，观众才会在潜意识中完成一种情感投射，不是被动接受他们很甜的设定，而是主动感知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合理的、流动的、可以延展的。当一对 CP 能够达到这种程度时，它所带来的吸引力就不再依赖短暂的热度，而具备了更长久的生命力。近年来，娱乐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层变化，单纯依赖流量的模式逐渐难以支撑长期发展，而完全依赖内容的路径又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像田曦薇与张凌赫这样的演员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平衡方式，通过高质量的视觉表达与稳定的作品输出，实现双向增长。张凌赫凭借作品积累起观众基础，而田曦薇则通过角色建立情感连接。当两人合作时，这两种不同的优势被放大，形成更强的传播效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模式并不是简单的强强联合，而是建立在彼此风格差异基础上的互补。这也为行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，未来的爆款不一定来自最强的个人，而可能来自最合适的组合。这组大片所引发的讨论，其实远远超出了好看本身。它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，在这个时代，演员究竟应该如何定义自己？过去，标签是必要的，它帮助观众快速识别，也帮助市场进行分类。但随着观众审美的提升，单一标签开始显得单薄甚至局限。田曦薇用一次大胆的造型证明了甜美之外的可能性，张凌赫则用更加克制的表达拓展了帅气的边界。这不仅是个人风格的突破，也是行业观念的更新。未来的娱乐行业或许会更加重视变化能力，演员不再被固定在某一种类型中，而是通过不断尝试建立更丰富的表达体系。这意味着竞争会更加激烈，但同时也意味着机会更加开放。看到这里，也许你已经和无数观众一样被这组画面深深吸引，但如果我们愿意再多停留一秒，再多思考一层，就会意识到真正让人反复回味的从来不只是表面的经验，而是一种敢于改变的力量。在一个容易被标签化、被流量裹挟的行业里，选择突破往往意味着冒险，甚至意味着失去既有的安全感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每一次转型，每一次尝试才显得尤为珍贵。这种勇气不仅属于演员本身，也在无形中影响着观众。它提醒我们不必被既定印象所束缚，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阶段重新定义自己，拓展边界。这或许正是娱乐内容更深层的价值，不仅提供情绪消费，更带来思考与共鸣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那么，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心中，一位真正优秀的演员究竟是应该始终保持观众熟悉的样子，还是不断打破期待，挑战未知？你是否也期待未来的娱乐行业能够少一些刻板标签，多一些真实、多元与包容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也别忘了关注与支持，让那些勇于突破、坚持表达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见。